挤进早八的公交车，一阵奇怪的广播声突然响起：0号公交规则，禁止在车厢内大声喧哗，违者嘎。此时有个不讲理的老年人正在倚老卖老，怒斥一位年轻的小姑娘不给自己让座。赶紧给老子让开！没看到我是个行动不便的老头子吗？大爷，真的不好意思，我今天肚子实在不舒服。谁知那名老人反而再次提高了音量，恶狠狠地骂道：废话少说，赶紧给我滚开！信不信老子抽你！然而话音刚落，他的嘴巴瞬间就被一层厚厚的铁皮封住。老人双手使劲地往下抠，却怎么也抠不下来，结果下一秒就被活活憋死了。死人了！还没等我惊呼出声，一道道惨叫就已接踵而来。所有发出高音被尖叫的乘客也未能幸免，全都一个个被闷死倒在了地上。好在身旁的好友轻轻及时捂住了我的嘴巴，然后小声地对我说道：嘘，不要大声喧哗。然后下意识地掏出新手机拨打了报警电话。最近换了新手机，打电话果然清晰，大家买了新的，旧的都这么处理。我那台 iPhone 13找转转上门回收了3200多，他们家价格公道，打钱又快又干脆。现在转转不只收手机，就连主机、显卡这种电脑设备，还有 LV 包和腕表之类的奢侈品都能回收。趁着旧的还值钱，赶紧找转转回收就对了。可更加让人慌乱的是，拿出手机后，我们才发现所有人的设备都接收不到任何信号，仿佛和外界切断了联系。司机呢？为什么出了这么大的事还不停车？可当我们走过去才发现，面对这么血腥的场面，司机竟毫无反应，平静无比地紧握着方向盘，踩着油门向前开去。更加诡异的是，挡风玻璃外面根本不是我们熟悉的市区，所有的高楼和车辆全部消失不见，只有一条白茫茫的长路被阴云笼罩，一眼看不到尽头。这时诡异的广播声再次响起：欢迎来到0号公交，若想活命，请按规则行事。车里一片死寂，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，仔细倾听诡异的公交规则。1. 本班公交不会在中途站点停车，更不会开门，试图自行离开者嘎。2. 每到一个新站点，公交内将会出现一条新规则，请严格遵守。3. 规则与规则之间不会互相重复。4. 禁止以任何方式触碰或攻击司机，否则后果自负。5. 本路线共有4站，存活到最后方能安全离开。很遗憾，首发站死亡乘客21人，目前存活37人。请注意，前方到达第2站，新规则诞生。20秒后，请所有乘客抓紧吊环，保持悬空，凡触碰其他物体者嘎。第2条规则显然是对我们体力和耐力的考验。吊环挂在高处，在空中悬挂到下一站，大概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，无疑是一份漫长的煎熬，尤其是对我们这些长期缺乏锻炼的上班族来说。于是我揉了揉手腕，在脑海中不停构思着动作和姿势，试图想到最省力的一种。可正在我摩拳擦掌的时候，身旁的小美却突然脸色一变，催促我们加快速度。快爬上去，先抢一个再说。听到她的话，我先是一愣，但扭头扫视整个车厢之后，我瞬间读懂了她的意思。整个公交里零零散散仅有20多根吊环，而车厢里的活人足足有37个，根本不够用。想到这里，我急忙伸手跳跃，再也管不了用什么姿势，匆匆挂起。不到10秒的功夫，吊环便陆陆续续挂满了人。眼看时间将要截止，仍然站立的乘客们再也没法冷静，找准一个个已经挂好的乘客，不停推搡，不停拉拽，甚至拳打脚踢，一时之间混乱无比。本就血流成河的车厢俨然变成了内斗的修罗场。为了不被众人波及，我把双脚也向上荡起，整个人紧紧缠在顶部的横杆上，手脚并用，仿佛一只紧贴树干的树懒，并且不停呼喊身旁的青青和小美，示意他们也模仿我的样子。中途有个光头男人试图把我拽下去，却发现太高的位置很难使劲，折腾几秒都不能把我弄走，只能钻向了别处的站团。等到倒计时结束，滴滴声悄然响起，我急忙放开双腿，只与吊环本身保持接触，回头看去，那些仍在焦灼争抢的乘客纷纷顿住了身形。一道阴风骤然吹过，好似一把巨大的剪刀，每个人的身体都被规则地切成了几片。看着这一幕，我忍不住心里发毛，把手中吊环抓得更紧了些。公交有些颠簸，为了防止掉到地上，我把2只手臂交错穿过吊环，用手肘关节死死地将其扣住，哪怕疼痛刺骨，但稳定性的提升也让我心中平静了几分。与此同时，车厢里每个人都在用力支撑着自己，生怕泄了气。在沉默的酸楚中，我慢慢麻木，甚至感受不到时间的存在。窗外模糊不清的景色更是平添了一份无形的压抑。10多分钟之后，久违的到站铃声终于再度响起。第3站到了，很遗憾，第2站死亡乘客17人，目前存活20人。听到这，我总算卸下了负担，瘫软在地。可我们才刚放松没多久，第3条规则就紧跟着从喇叭里钻了出来。请注意，公交规则3。公交规则第3条，请所有乘客在3分钟内选择合适的位置躲藏好。游戏开始后，
到站前禁止移动。听完这条规则后，公交上的所有人都松了口气。和前2关的猝不及防不同，这一次总算轻松了许多，不用像无头苍蝇一样亡命乱窜。而且这一关看起来似乎也并没有什么难度。可就在我们暗暗庆幸的时候，青青却始终眉头紧皱，思索许久后，一脸严肃地看向我俩。我总觉得这一关或许另有隐情。我和小美顿时屏住了呼吸，青青简单地讲出了自己的猜测。大家都从鬼门关里走出来2回了，应该很清楚前面2关的危险性有多高。不难推测，规则多半很希望置我们于死地，但又会给部分人留下求生的余地。而眼前的第3关却完全不符合这样的模式，所以我认为第3关的重点可能在规则的最后几个字上面。你说的是到站前禁止移动？没错，青青点了点头。我猜接下来的行驶过程中很可能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，把某些乘客淘汰。因为不可移动的规则存在，大家一旦选定了躲藏位置，就不能后悔，不能逃跑，到时候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被淘汰。听完青青的推测，我们忍不住有些不寒而栗。这时大部分乘客都已经开始陆续寻找躲藏位置，而座位的下方则成为了绝佳的选择。眼看实在找不到规则背后藏着怎么样的危险，青青自言自语道：难道是我想多了吗？无奈之下，最后我们也只好打算躲进座椅的下方。可就在我即将钻到座椅底部的时候，我的余光却猛地瞥到了司机的身影。只见他双手放开方向盘，然后来了个180度的侧翻，直接将头倒立在了地上。而他那死气沉沉的脸上也第一次勾起了诡异的微笑。看着他那古怪的动作，我忍不住回头瞥了瞥那些塑料座椅，似乎突然明白了其中的用意。我的天！眼看时间已经开始了倒计时，我急忙拉起不远处的青青和小美，我也来不及做太多解释，只能赶紧催促道：快爬到座椅的上边去！两人虽然一头雾水，但还是迅速躲到了座椅上面。听到倒计时结束的那一刻，我这才放松了一口气。公交车内的众人全部屏住呼吸，默默等待着关卡的审判。发动机的轰鸣依旧持续，之前沉默的司机却倒立似的出现在我们眼前，嘴上露出诡异的笑容。捉迷藏游戏正式开始，嘻嘻，千万不要被我抓到哦。随后他就用头顶的地一点一点地匍匐向前。铁头功啊！嘘，别出声，不要动，你快看！只见司机跳向了离他最近的座椅，双眼正巧对上了座椅下年轻的小伙。嘻嘻嘻，找到你了。那名小伙也是被眼前的一幕惊呆，发出了强烈的惊叫声。谁知下一秒，他就犹如石化一般，瞬间变成了石雕。直到这时，人们才终于明白，这看似简单的第3关，实则是人间炼狱。随后，司机继续向前，开始寻找下一名受害者。而那些选择躲在座椅下的乘客全都后悔莫及，除了眼睁睁等着自己被发现，根本没有任何办法，一个接一个地发出凄厉的惨叫。而有些人为了活命，竟然有了逃跑的打算，可他更是违反了禁止移动的规则，下一秒也直接变成了石雕。而我们所在的座椅上方却恰巧躲开了司机的视线，10分钟的时间悄然而至，我们成功地活了下来。第4站到了，很遗憾上一站死亡乘客13人，目前存活7人。听到这，我们3人这才松了一口气，一种劫后余生的复杂情绪油然而生。酱汁，这次多亏了你，否则我们的下场就……说到这，小美甚至痛哭了起来。没事了，小美，我也是到最后才发现了司机的端倪，挑战还没结束呢。是呀，小美，最后一关才是最关键的，我们3人一定要团结一致，打起12分的精神来。简单休息几十秒后，喇叭便迫不及待地再度响起，似乎不想给我们太多喘息的机会，开始宣布起新的规则。公交规则4，接下来的路段较为复杂。交规则4，接下来的路段较为复杂。司机每半分钟将随机指定1名乘客，确认下一个路口的行驶方向，请选择向左还是向右。选择错误者当场死亡。若累计出现3次错误，司机会彻底失去方向，全车共同死亡，请谨慎回答。几道滋滋的电流声后，喇叭里彻底没了动静。这时小美分析道：每2个站点之间行驶时间足足有10分钟，所以整个第4关里，司机将对我们进行差不多20次提问，而我们7个人最多只允许猜错2次，这个难度几乎比登天还难。青青站在我的身旁，忍不住叹了口气。从概率学的角度讲，我们几乎不可能活到下一关了。还没等我们的心情完全平复下来，司机已经发起了第1轮提问。下一个路口即将抵达，请乘客张扬在20秒内做出选择。此话一出，人群中一个留着长发的少年猛地一震，很显然他就是被喊到的张扬。被选中之后，他急忙趴到窗户上面，试图看到一些外面的信息，却只能看到茫茫一片，没有任何足以分辨方向的信息和标志。你还有最后5秒，选左还是选右？司机的催促仿佛索命的咒语。张扬犹豫片刻，最后一咬牙，只能随便蒙了一个答案：选左吧。
司机闻言猛打方向盘，扭向了左边，喇叭滋滋作响。选择错误，目前累计错误次数为1。话音刚落，一只巨大的手臂从左侧车窗外猛地伸了进来，一把捏住慌乱的张扬，狠狠攥紧了拳头。在摊开手时，里面的人影已经轰然裂开，而司机才刚刚在平稳的直线上行驶了10秒钟，就又一次开了口：下一个路口即将抵达，请乘客林梦在20秒内做出选择。此话一出，离我们最近的那位乘客顿时大惊失色。在司机惯例的催促中，林梦只能选择了和张扬相反的右边。喇叭声再度响起，选择错误，目前累计错误次数为2。巨大的手臂再次出现，从右侧车窗猛地握住了林梦的身躯，这一次把她活生生拽到了窗外。公交里越发沉闷，接下来一次都不能错，否则5个人都将埋葬于此。紧张的空气里，司机开始了第3轮提问：下一个路口即将抵达，请乘客将至在20秒内做出选择。听完我忍不住一愣，别说判断路口了，我甚至连路都看不到，怎么知道该往左还是往右？面对这样无解的难题，我也只能随便瞎蒙了。就在我即将放弃挣扎的时候，一直沉默的小美突然说话了：你先别急，我有一个想法。我刚想开口询问，小美却已经迅速爬到了右侧的窗沿上，像是在找什么东西。接着她又跑到了左侧的窗沿上，2、3秒之后，她才回到了车厢里。右转。见她语气坚定，我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相信。右转。与此同时，喇叭声也再度出现：选择正确，目前累计错误次数为2。我终于长舒一口气。第3轮选择结束后，我忍不住震惊地看向小美：你是怎么判断方向的？她微微一笑解释道：刚才我发现那只惩罚用的手臂2次都恰好是从选错的方向伸进来的，正好两边的玻璃都碎了，所以我干脆爬出去看看手臂到底是在什么位置。第一次我爬的是右边的窗户，什么东西都没发现，于是我又爬上了左边的窗户，果然在我的头探到车顶后，看到了一只模糊的手掌虚影，因此我猜左边多半就是错误的答案，所以我让你选择右转。我们一边说着，司机也一边宣布了第4轮的人选。这次轮到青青选择方向，小美再度从左侧车窗翻出去，灵巧地观察车外的情况。而凭借小美的神级发挥，我们后面所有的选择都稳稳当当，全部正确。10分钟之后，公交车顺利到站。最后一站到了，很遗憾，上一站死亡乘客2人，目前存活5人。就在我们庆幸通关成功，以为可以逃出升天时，刺耳的喇叭声再次响起：恭喜各位顺利过关，接下来车厢会被一分为2，变成2条通向正常世界的道路，请乘客们自主选择，只要顺利通过就可以重返你们的世界。你们有5分钟的时间，请谨慎选择。接下来车厢会被一分为2，变成2条通向正常世界的道路，只要顺利通过就可以重返你们的世界。你们有5分钟的时间，请谨慎选择。听完喇叭里的话，我不禁有些纳闷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怎么还有附加规则？这是一道刺眼的白光骤然出现，大概几秒之后才能勉强看清眼前的场景。刚才还满是座椅碎片和残躯的公交车厢，此时竟真的变成了一左一右2条狭窄的走廊。左边这条十分凶险，地板下面是岩浆，仅有一根细小的木棍悬在空中，而右边的走廊就要安静得多，乍看过去没有任何异样，像是把安全2个字写在了墙上。简单思索之后，我把目光挪向了身旁的青青和小美。你们有什么想法吗？很明显，规则很希望看到我们选择右边的安全之路，但回想起前几关的生死劫难，根本无法确定右边一定比左边更安全。可就在我们3个人睁大眼睛到处观察时，剩下的2名乘客里竟然走出来一位大叔，他沉吟片刻后，径直地走向了右边的走廊。各位，我觉得你们可能把事情想复杂了。之前所谓的规则，无非就是想要淘汰大多数人，又总会给少数人留下生机。但别忘了，这条是附加的规则，你们都陷入了思维的惯性，老想着找到什么玄机，其实恰恰可能错过真相。有没有可能这2条走廊都没有什么机关，而是一道简单的分配问题？很可能每条走廊最多只允许1人通过，随后就会关闭。听完大叔的分析，我们3人全部陷入了短暂的沉默。各位，名额有限，我就不等大家先走一步了。可他刚走出2步，无数条刀刃突然冒出，仅是3、4秒的功夫，那位大叔就变成了肉泥。右边的走廊居然隐藏了刀刃，不知不觉间，大家的神情都变得紧张起来。然而此时，另外一名幸存的光头男却显得异常开心。大叔用生命的代价替我们摸清了右边的走廊，看样子现在只有左边的走廊才是安全的。如果这条走廊真的只允许1人通过，那么就是我了，拜拜了各位。说完他就大步地跑了过去。然而谁也没想到，光头男刚踏出2、3步的距离，他就在一声惨烈的哀嚎中变成了片片血花。原来根本不存在什么生物，2条都是必死之路。面对死局一样的困境，我忍不住长叹一口气，一股前所未有的沮丧感涌上心头。
好不容易才通过了前几关的挑战，难道说终究还是要死在这里吗？可就在这时，青青说话了。我好像发现了一个规律。青青的话瞬间把我们的求生欲又重新勾了起来。什么规律？稍等，我再确定一下。只见青青用卫生纸揉了2个纸团，然后先将一个纸团扔到了左边的走廊。只见那个纸团刚落地，就瞬间被刀刃直接绞碎。紧接着，青青又将另一个纸团扔到了右边的走廊，但这次纸团却并没有被瞬间绞碎，而是过了大概有5秒钟的时间才被绞碎。果然和我猜的一模一样，我们好像能活下来了。看到这，我和小美也瞬间来了精神，忍不住向青青询问原因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青青则抬手指了指左侧的走廊。在第一位大叔闯关失败后，我就一直盯着左侧的走廊，而当第2名光头男走左边走廊触发机关时，我发现了一处细节，那就是在刀片出来的一瞬间，我竟然看到上面有残留的血渍。很显然，血渍是来自第一位大叔的，也就是说，其实2条走廊共同使用了一组刀具，而刀刃是无法同时兼顾2个走廊的。他们大概有5秒钟左右的空档期，如果当刀刃攻击左侧走廊时，那么右侧走廊就有5秒钟的时间是安全的，反之同理，而这5秒钟的时间足够让我们可以安全跑到走廊对面了。听完青青的话，我和小美恍然大悟，眼看时间只剩下最后1分钟，青青立刻脱掉身上的外套，将其扔到了左侧的走廊上，衣服在落地的一瞬间直接被刀刃绞碎，而我们则利用这个5秒钟的空隙，疯狂地向对面跑去。虽然过程十分狼狈，但我们3人好歹存活了下来。此时，熟悉的喇叭声再次响起，恭喜你们成功完成了所有考验，现在你们自由了。大概过了几秒钟后，喇叭里传来了一道和之前完全不同的播报声，像是电台的主持人。突然接到一则快讯，今天早上8点30分，一辆公交车突然发生剧烈爆炸，车上共有58名乘客，现已确定有55名乘客抢救无效死亡，而剩余3名乘客仍在抢救中。这时，一道耀眼的光芒出现，再次睁开眼，我发现我正躺在医院的手术台上。很显然，我们3人成功回到了正常世界。寒天气下，我独自窝在恒温的防空洞里，吃着火锅，唱着歌，而前男友和好闺蜜则在寒冷的暴风雪中瑟瑟发抖。上一世，我因撞破了男友2蛋和我好闺蜜小美的奸情，并揭穿他们想骗我钱谋我命的阴谋，被恼羞成怒的他们推出门外。而我万万想不到，本是9月的天气，居然诡异的下起了大雪，气温一夜间降到了零下50度，而我被活活在门口冻成了冰雕。这一世，我定叫这对狗男女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我居然重生了，回到了我被害死的20天前。我又惊又喜，我想要立刻冲回去报复那对贱人，但我随即冷静下来。我想起了死前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。今年这个夏天，气温高的离谱，人人都靠空调续命。可谁能想到，就在9月刚过，我就被活活冻死了。所以我现在最要紧的，不是去找那对贱人报仇，而是先想办法避过那段不知道会持续多久的低温天气。我回到跟2蛋同居的屋子，将自己重要的东西全都收拾好。但是我并未急着走，在回来的路上我就已经想好，即便我要离开，我也不能让他好受。于是我找出2蛋的证件，先下载了几个网贷 APP， 将2蛋的资料都输入了进去，然后做了一桌好菜，坐等2蛋下班回家。2蛋下班一进门，看到一脸甜笑的我和满满一桌菜，顿时诧异。我温柔地告诉他，我打算将我爸妈留给我的房子卖掉一套，买他看中的那套房子做婚房。2蛋和小美一直在合谋怎么哄我卖掉我爸妈的房子，骗走我的钱。见我终于松口要卖房，他非常高兴，过来就要亲我。我推开他，吃饭吧，我请了1周年假，明一早我就得去找中介呢。吃饭时，我撒娇地拿出手机要跟他合拍搞怪视频。2蛋向来讨厌我拍他，但现在他要哄着我卖房，自然百依百顺，让他眨眼就眨眼，让他摇头就摇头。眼见几个 APP 里100多万贷款全都到账，我卸载掉 APP， 笑着放下手机。哎呀，一直拍不好，不拍了。这顿饭我和他吃的都很开心，气氛一度十分和谐。第2天2蛋上班后，我打包了自己的物品离开了。爸妈去世前留给我的房子有2套，一套在市区，是学区房，一套是在宁市边郊紫荆山下的小别墅。虽然位置偏，价格不能跟市里的别墅比，但用它在市区换套好点的商品房还是绰绰有余的。屋子里许久未住，我边找了保洁打扫卫生，边思考要怎么布置才能对抗那段能夺命的低温天气。那么大的雪，水管势必会冻坏，电线也会被压断，想靠地暖空调取暖根本不可能。那么防空洞呢？我直冲进地下室，抓着生锈的门环使劲一拉，一股凉气扑面而来，
当年我爸在装修这套房子时，地下室紧靠紫金山的这面墙突然塌了，露出了这个抗战时期建造的防空洞。这个洞4米宽，50米长，冬暖夏凉，洞内还很干爽，所以我爸将它收拾，做了家里的储藏室。有这个恒温的防空洞在，我还怕什么高温低温？我让保洁帮我将防空洞里清理干净，又去找了几个师傅，请他们帮我用石灰水将里面都刷了一遍。忙完这些，天已经黑了。二蛋打了电话过来，深情款款地问我卖房的事。亲爱的，我想你了，卖房子的手续办得咋样了？我敷衍了几句后挂掉了电话。狗男人果然慧眼，满嘴的想念，怕是正跟小美在庆祝终于骗得我肯卖房了吧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去找人来帮我改善防空洞的通风口。我清楚地记得，我死前的大雪已经漫过了腰，所以原先那种通风眼肯定会被雪堵上。这次我直接将每个通风口都加上了长长的不锈钢管，顶头还焊接了不锈钢帽，这么一来，雪就不会落进通风管内堵塞通风了。然后我又买了2套壁炉，一套纯取暖，一套取暖做饭两用，都有烟筒可以伸出去，不用担心一氧化碳中毒。安装好后，便是大批量的买木柴和木炭，又买了烤炉。末日来临时，水电燃气都指望不上，只有最原始的木柴最保险，既能取暖又能做饭。虽然山洞恒温，但我也不确定那温度到底会低到什么变态程度，所以有备无患。想到水管也会冻裂，我索性又找了师傅来帮我在地下室里打井，和防空洞一样，井水也是恒温的，外面再冷它也不会结冰。打井师傅很诧异，说别人都是把井打在院子里，我为什么要打在地下室？我早就想好了借口，说我在研制护肤品开发，要用不见天日的水才行。那师傅顿时被我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给糊弄住了，带着一脸的佩服。接下来我便是囤物资，若家里没有物资，不被冻死也会被饿死。考虑到会没电，我买了30箱蜡烛，20个太阳能充电灯，2箱火柴，大米500斤，面粉50斤，干面条20箱，方便面20箱，水200箱，各种干菜、饮料、咖啡、罐头、卫生纸，以及各种我能想到的药品、纱布等。我将这些物资都安放妥当后，离那场低温只剩了1星期。这期间，二蛋每天都会给我打电话询问卖房事宜，好几次我都差点笑出声来。打开我离开那天安装的监控，看着他一边和怀里的小美腻腻呼呼，一边深情脉脉地给我打电话，我忍着恶心，挤出夹子音问二蛋：“你爱我吗？”二蛋答得极顺口：“当然爱呀。”说完就在小美的脸上狠狠地亲了一口，然后道：“大宝贝，你听见了吗？老公在亲你哦。”话音一落，小美跟他无声的笑作一团。我淡淡道：“听见了，不过我咋觉得你其实是在亲一头猪？”他怀里的小美立刻跳了起来，一脸怒意的愈发作。二蛋赶紧竖起手指示意他别出声，边对我道：“傻丫头，不许说自己是猪。”我当然不是说我自己。哦，对了，你这2天见小美了没有？二蛋便有点紧张。没有啊，我见她干嘛？没见就好。他最近为给他哥哥还赌债，正到处借钱呢。我劝了他几次，他也不听。瞧我走的时候，看到一个女的被一个矮胖的男人搂着进了家酒店，很像他，但是希望不会是他吧。看着监控中二蛋变了脸色，小美的脸上也出现了慌乱。我笑眯眯地挂了电话。小美和我是大学同学，上一世因为我家猫咪总是莫名其妙的受伤，于是我在家里装了监控，可还没顾得上告诉二蛋，就被我发现她和小美在我的床上进行不可描述的行为。事后小美催促二蛋抓紧骗我卖房和买保险，她说如果我实在不肯听话，就找机会弄死我，这样她作为我唯一的遗产继承人，我家的几套房子以及财产就都是她的了。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，就为了这么点财产，这个我视为亲姐妹的闺蜜居然想要我的命。监控中二蛋已经开始质问，小美则赌咒发誓她绝对没有跟人去开房，并咬定是我污蔑她。我笑眯眯地看着监控中他们吵成一团，我更想知道当二蛋发现自己竟然欠下那么多贷款时，他是什么反应。关掉监控，我又租了5台商用冰柜回来，专门用来储存食物，等低温来临，那室外就是天然的冰库，那时候就算断电我也不怕。最后我又找人加固了门窗，其实我并不担心安全问题，我只是怕门窗被大雪和低温压级损坏，这样屋子就完了。做完这一切，距离低温来临只剩2天了，二蛋也终于发现他欠下大批贷款的事。他打来电话：“你是个贱女人，我的贷款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我边懒洋洋说道：“什么贷款？我不知道呀。”你还想抵赖？二蛋怒不可遏：“酱汁，你真可恶，竟然用我的身份信息贷款这么多钱，你还是不是人了？”我语气稍稍认真：“你是说前几天你转给我的那123万？”二蛋暴跳如雷：“什么我转给你的？我什么时候转给你的？”我发过去一张照片，是张借据，上面清楚地写着他借了我现金123万，1年之内免息还清。二蛋炸了：“我什么时候借过你钱？”二蛋当然不承认，在电话那头嗷嗷地叫唤：“你立刻把钱还给我，不然我告你！”我冷笑：我既然敢这么做，就不怕他告。证据链我早就准备好了，借条自然是我伪造的，可后面的签名却是他亲笔手书啊！
别问，问就是没事，千万别在空白纸张上乱写自己的名字。再说今天末世倒计时的最后一天，就算他要告我也找不到我。我挂掉了电话，末世最后的安静日子，我还是很珍惜的。吃了我喜欢的四川火锅期间，二蛋不停地给我打电话发信息，对我破口大骂。我既不拉黑也没回复，因为我的报复才刚刚开始。晚上我最后一次检查了防空洞的通风口，关好了门窗，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，手机突然响起，是小美打来的电话。我没接，拿出 iPad 点开监控，小美果然在，但二人显然没有了往日甜蜜的气氛。二蛋气急败坏，小美则不停地一遍遍地拨着手机，最后她将手机一扔，骂道：真没想到他心机居然这么深，这么多年我近一点都没看出来，你怎么这么蠢？他让你干啥你就干啥，你是猪吗？二蛋大怒，还不是你总说他好骗没心眼，不然我能这么相信他？我是在他们的争吵中睡着的。可笑的是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他们都还没发现我的物品以及许多棉被已经不在了。醒来时已是夜里3点，我从被窝里伸出手感受了一下温度，确实凉了很多。抖着手拉开窗帘，屋外雪白刺眼，大团大团的棉花团子一样的东西砸下来，是大雪。末世低温如约而至。我拿起 iPad， 监控中二蛋和小美将所有衣服和夏天盖的薄被子都紧紧地裹在身上，抱成一团缩在沙发上。空调开着制暖，但小美依旧牙齿打颤，带着哭腔问：怎么会一床厚被子都没有？怎么会这样？二蛋哆嗦着，突然僵住。不对，相值的东西好像都不见了。我看着 iPad 忍不住笑出声。你们很快就会发现，不光是被子和厚衣服都没有了，食物也没有。我走的时候已将屋子里的食材全部清空丢弃，只留下了饮料。我正笑得高兴，手机疯狂响起，是二蛋。我点了接听。酱汁，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二蛋深吸了口气，放缓了语气问：你说你回去卖房，其实是骗我的，对吧？你把你的东西都带走了，你其实根本就没打算回来。他咬牙切齿，想卖房不一定是假的，但是带走我的东西没打算再见你倒是真的。二蛋，你本来就盼着我不回去，不是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但凡你有半点在意我，你也不会到今天才发现我的东西都不见了，你更不会忘记我跟你说的是请了1周的年假，可1周早过了，你却没问我为什么还不回去。说完我挂掉电话，将手机调为静音，埋头睡觉。再醒来时已是上午10点，这时我发现大雪已经快把窗户都埋了，透过缝隙能看到大团大团的雪还在如雨点般砸得又快又急。我忽然意识到，大雪若再这么下去，我家这栋2层高的小楼很快就会被埋，一旦盖过防空洞的通风口，我就会被活活闷死在屋子里。我瞬间惊出了一身冷汗，可大雪依旧又凶又猛，我没有办法让它停，那唯一能做的就只能是铲雪。我飞快地换上防风的羽绒服，戴上厚厚的帽子。好在我准备了2个通风口，并且靠近露台，我只需保证通风口通畅，就不会被闷死。我又借梯子爬上了屋顶，为了防止被雪压塌，我花了很大的价钱找人将屋顶用钢架加了1层，但饶是如此，我还是不能任由大雪堆积。屋顶面积大，零下几10度的气温，我全身几乎被冻僵了。厚实的衣帽在低温面前单薄的像纸，我咬着牙坚持着，可雪实在太大了。不过一转头，刚刚铲完的地方又过了脚脖子，这让我心里有点发慌。照这个速度下去，最多到明天下午，这2楼就会被埋了。我无论如何没想到，我做了这么多的准备，却忘了考虑大雪肆虐下这套房子不够高。一想到可能住在6楼的二蛋和小美还没被冻死，我就先被闷死了。我就一口玉气堵着嗓子眼，好不容易将屋顶的雪铲下去。我又用2根红色的绸带绑在出风口上，为的是怕万一雪将屋子埋了，我好通过这红色来寻找出风口的位置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才回到屋内，看着电和燃气依旧没断，让我有点意外。真是替二蛋和小美高兴呢，不断电，空调还能用，没那么快冻死。防空洞内的温度相比室外高了不止1点，但我还是点起了壁炉。没多一会儿，防空洞里就变得温暖如春。我一边喝茶，一边拿起 iPad， 点开监控。沙发上，二蛋脸色发青的在破口大骂：是个贱人，等雪停了，我就去找他，我不会放过他。小美哆哆嗦嗦的哭：老公，我饿了。不，谁不饿？二蛋吼起来：外卖下单没人接单，我能怎么办？你这里怎么一点吃的也没有啊？小美开始发脾气：吃，你就知道吃。这俩贱人狼狈的样子，看得我郁结的心情瞬间大好。我放下 iPad， 拿起手机，无数的未接电话和辱骂我的信息，全是二蛋的，有几条是小美的，都是嘘寒问暖，并问我在什么地方。好家伙，他还想着我不知道他和二蛋在一起，还在跟我演。我粗粗扫了一眼，没回。我点开那个小区的楼栋群里正为这场大雪聊得火热。到这时候，已经没人关心能不能上班了。
大家都在哀嚎停水和寒冷，原来居然已经停水了。我先给群里发了个红包，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，然后好心提醒大家，这天气太诡异了，也不知道会持续多久，建议大家珍惜家里的饮水、食物和御寒衣被，做最坏的打算。我提醒他们关好门窗，万一大雪不停，气温继续下降，没吃没喝没御寒衣被的人，为了活命，只怕会什么都干得出来。二蛋和小美不可能坐以待毙，等到熬不下去时，他俩必定会向邻居求助。而我要掐断他们的求助之路。跟群里邻居们打完预防针后，我点开了小美的对话框，回了句我在家，你呢？iPad 上的监控画面里，小美已经被冻傻了。还是二蛋发现了我的信息，他赶紧递给小美，快，江直回你信息了。小美却带着哭腔，回就回呗，他是能给我们送吃的，还是能给我们送衣服被子啊？你赶紧问他家地址啊，等雪停了，我们好去找他还钱。小美便接过手机，手指明显冻僵了，打半天我也没收到一条信息。我对着壁炉和我面前的茶拍了张照片，然后将照片发给了小美，用懒洋洋的语气发了条语音。哎呀，没想到这个时候居然下雪了，还下这么大，得亏我家里是有壁炉的，不然真要冻死了。小美的神情和动作立刻变得僵硬了，随即咬牙切齿，他居然在烤火，他还有吃的喝的，他怎么可以过得这么舒服？二蛋显然也被刺激到了，他愣了一会儿后就催促小美问我的地址。小美立即打来了电话，但被我掐掉了。我跟她回复说，我饿了，要去做饭，因为上午铲雪出了大力气，所以午饭我打算吃好点。我将已经解冻的鸡洗净剁块，将锅架再在炉子上开始慢炖。这是我老爹生前最爱吃的小鸡乱炖，有肉有菜的一大锅，十分下饭。差不多半小时后，我拿筷子戳了戳，鸡块已经能戳进去了，便开始吃饭。但我是个善良的人，自己有吃有喝了，我哪能忘记二蛋和小美呢？那自然是要将这锅香喷喷的小鸡乱炖拍给他们瞧瞧的。我毫不吝啬的都发给了小美。监控中，小美拿起手机一看，哇一声哭了出来，她捶打着二蛋，我快饿死了，你还不赶紧想想办法？他什么意思啊？他干嘛给我发这个？二蛋正忙着打警方求助电话。警察叔叔，我们没有吃的，也没有厚衣服，我们快冻死了，快点来救救我们。对面不知道说了什么，就见二蛋的眉头越皱越紧，都不用猜我就知道警察也无能为力。二蛋脸色铁青的挂掉电话，小美又缠了过去，将手机上的照片递给他看。二蛋看着手机，脸色阴沉，眼里满是怨毒。傍晚时，我又上了2楼露台，查看了一下通风口，大雪依旧急，好在通风口被我加了长长的不锈钢管，最少2天内不会被埋。我牙齿打颤的赶紧奔回防空洞，在炉火前烤了半天才缓过来。然后我就发现二蛋和小美那边的监控连不上了，楼栋群里大家都哀嚎，停电了。原来是小区停电了，没有电，空调不能用了，对二蛋和小美来说会是地狱般的毁灭。我打开某博，在铺天盖地的信息中，除了求助哀嚎外，我看到许多部队警察投入清雪救助的活动，无数的电力工人顶着零下几十度的寒冷，冒死抢救被大雪压断的电线。当看到这些为灾情献出生命的英雄时，我泪目了。我突然对二蛋和小美的下场不再感兴趣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气温再次骤降，最低温度甚至达到了恐怖的零下40度，而我每天都躲在恒温的防空洞里，烤火喝茶铲雪睡觉。就这样，大雪持续了半个多月之后，终于停了。我搜索了附近的志愿群，加入其中。而在救助的过程中，我也得知二蛋和小美早已冻死在屋子里，而2人生前好像有打斗的痕迹，原来是因为家里只剩下最后一块面包。灾难面前，人人自危，2人便为了最后的食物打了起来，最后落得2人都惨死的下场。